妹妹亲眼目睹哥哥为救自己永远坠入了海底，这让连泉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他与哥哥相依为命，一起长大，哥哥便是他活着的唯一依靠。可现在哥哥却永远离开了他，连泉此刻内心愤怒到了极点，他一定要伤害哥哥的那些人付出代价。是你们害死了我哥哥，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要你们所有人。哥哥死去，连泉也继承了他操控灵兽的能力。一时间，所有的灵兽朝着他们攻去。雷亚意识到不对，赶紧放出灵气女神裙摆，此物可以抵挡一切的物理攻击。4度王爵的灵气女神裙摆果然漂亮，既漂亮，没用。连泉又召唤更多的灵兽，他不信女神裙摆能一直防御下去。而幽冥见状，立马飞了上去，准备杀死连泉。可雷亚却告诉幽冥已经晚了，因为连泉已经继承了2位王爵的能力。此刻的他，同时拥有了5度王爵控制灵兽的天赋，6度王爵永生的能力。没错，他现在是玄苍唯一的双生王爵了。连泉成为双生王爵后，实力大增，就连杀戮王爵幽冥也不能伤他分毫。于是众人决定一起对付连泉，可结果他们都被连泉打了下来。而就在这时，麒麟突然出现，他想劝说连泉停手，可失去哥哥的痛苦让连泉无法冷静，继续放出更多的灵兽。也是这时，连泉身上的2套灵魂回路突然发生排斥，连泉赶紧传递白讯给银尘寻求帮助，并告诉他想救吉美就跟他走。银尘一听有自己王爵的消息，就立马跟了上去，看见他因为灵魂回路排斥，就将他带到一处安全地方。好难受。你刚成为双生王爵，2套天赋，2套灵魂回路，这2种灵力都需要磨合，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。之前幽花意外在书简上发现了6度王爵溪流失踪的线索，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永生岛。于是幽花来到天阁查看玄苍的地图，想从中找到永生岛的位置，却发现上面根本没有永生岛的坐标。连泉怀疑是有人刻意将它藏了起来，而幽花看见上面有许多无名岛屿，当即表示哪怕一个个找过去也要找到永生岛。而另一边冯魂得知连泉他们要去永生岛后，便用灵兽传递他们永生岛的线索，想要找到永生岛就必须先找到凤凰鸟，因为它有指引灵力的能力，所以只要幽花将灵力输给他，凤凰鸟就能带着他们找到6度王爵溪流的位置。可当幽花好不容易收服凤凰鸟时，却发现依然无法找到永生岛的位置。这时冯魂让幽花去找银尘，或许银尘能够知道永生岛的位置。可当幽花来找银尘时，对方冷漠的态度让幽花对他失望至极，于是幽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就在幽花离开时，突然捡到一份地图，他打开一看，发现上面详细标注着永生岛的位置，于是立马将地图收好。只不过幽花不知道这份地图是神鹰故意给他的，原来之前神鹰在对付灵兽时不小心受了伤，是霓虹将他带到了海边，用海水治愈了他的伤口。神鹰在看到海水有治愈能力后，瞬间联想到幽花的永生天赋。怎么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，所有的重伤好像都可以治愈一样？这好像是幽花的天赋啊，这就是幽花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永生之岛。为了帮助幽花，神鹰将制作好的地图给了他。得到地图后，幽花他们立马前往永生岛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岛上。幽花一到这里就感觉到了一股熟悉又温暖的力量，好像整个岛都被这种力量笼罩着，这让幽花确定6度王爵溪流就在岛上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幽花无意间踢碎的石头竟能瞬间愈合，连泉见状也尝试将石头打碎，结果下一秒石头奇迹般的再次复原。这时冯魂说出了原因，看来是溪流将自己变成了这座岛屿，并且和它融为一体了。只不过他将意识封存在了岛上某个地方。为了找到这个地方，冯魂用剑劈向岛屿，结果真的出现了一个裂缝。连泉立马放出回声锁链前去查探，发现溪流就在里面。幽花听后激动的就要冲进裂缝，岂料裂缝此时开始闭合，连泉赶紧将幽花拉了回来。幽花不想放弃，继续向前跑去，结果地面突然生出了许多尖刺，几人连忙攻击飞刺，让幽花撤退。就在这时，杀戮王爵幽冥带着他的使徒来到了他们的面前。神鹰向连泉发起攻击，并将他带到了别的地方。他并不是真正的要对连泉下死手，所以故意露出破绽败了下来。而另一边，冯魂将幽冥牵制，让幽花赶紧去找溪流。可无论幽花怎样攻击岛屿，都没能打开进入其中的通道。于是冯魂兄妹2人准备召唤所有的灵兽来打破永生岛的结界。下一秒，海中所有的灵兽都被召唤了出来。幽冥和雷亚见形势失控，立马传消息给白银祭司，白银祭司也立刻传唤七拉和银尘前去永生岛协助幽冥、雷亚。2人来到永生岛后，立马开始肃清暴乱的灵兽。尽管他们消灭了许多灵兽，可海中仍有源源不断的灵兽向他们袭来。此时冯魂将自己的灵力传给连泉，让他赶紧去找溪流，只有溪流才能拯救这一切。却没想这一幕被雷亚发现，他也跟了上去。连泉通过回声锁链的指引向洞穴深处前进，最终他成功来到了溪流的面前。6度王爵溪流，如今整个玄苍被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笼罩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能做的已经十分有限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跟着你进来的那个怪物已经突破了我的所有屏障。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件事，把你的手放在我红色的精魂上。为了防止雷亚找到他，溪流特意设置了迷宫困住他。可现在他快要突破所有屏障，于是溪流让连泉将手放在他的精魄上，将所有的力量传给了他。雷亚被溪流赶了出来，当他看见连泉出现时，连忙让幽冥对付他。现在已经是6度王爵了。溪流在死之前把身上的灵魂回路都给了他，他选择他做了他的6度使徒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原来连泉从溪流口中得知1度王爵吉美还活着，而囚禁吉美的监狱就是他的肉身。溪流拥有永生天赋，可以不断修复囚禁吉美的封印。我可以将自己制作成为一个和岛屿融为一体、永生不死的监狱，这样
有效的囚禁时间就几乎接近了永恒。银尘也没有想到囚禁极美的监狱竟然是活生生的永生王爵，而他们之所以囚禁极美，都是因为极美的灵魂回路接近神级，是有史以来最巅峰的存在，这让白银祭司也无法压制。而连泉也说出了极美就被囚禁在灵种的第3层，于是众人一起来到灵种解救极美。可第1层有上古灵兽祝福，于是银尘拿出了灵气云诀，这东西可以帮助他们通过祝福的地盘，而且不会被察觉出异样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第2层，这里便是图尔遗迹，因为到处充斥着亡灵，所以常人难以逃出去。可让银尘没有想到的是，格兰氏居然就在这里。而为了让银尘他们进入第3层，格兰氏选择牺牲自己与这些亡灵同归于尽。而银尘再一次经历了格兰氏的离去，但银尘怕自己使徒也会同样离他而去，于是将他们传送了出来。随后银尘他们来到了进入第3层的入口，可开启入口的方式却要用灵术师的血来激活眼前的圆形池子。我好像突然明白了，用血又封印极美是让万无一失的选择。如果没有永生天赋，就算找到图尔遗迹来到这一层，根本也无法解开封印。这证明了白银祭司的计划是如此的天衣无缝。而就在这时，池子中出现了一把匕首，而银尘只是触碰匕首的瞬间就被传送到了第3层。银尘在这里终于发现了极美。王爵。